生活中不乏笑点很低的人和哭点很低的人，而现在还有一种人越来越多，也就是怒点很低，很容易生气、抱怨、指责，甚至恃怒怒症。其实我们有没有发现，越是没有本事的人脾气越大。法华经中说，行愿的愿，身怒得怒，意思就是在生活中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人，生活就会还给你什么。人生在世，你的脾气决定了你的命，决定了你的福，也决定了你的人生。所以性躁心粗者一事无成，心平气和者百福聚集。我们来看看曾国藩，其实在年轻的时候脾气也不太好，在京当官的时候4口谩骂得罪了很多人，后来当他官场失利的时候，也没有人出来为他说话。他后来自知反省，知道自己的脾气悍然不近人情，觉悟之后终成就为一等的永义侯，历任两江总督官居一品。所以《黄帝内经》中说，百病生于气也，怒则气上，过了；恐则气下，没了；悲则气消，寒则气收，都不平衡。看来这脾气还真不能乱发，发出去伤害的最终是自己的身体。所以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，惜命的最好方式就是控制好你的脾气。与其有本事去生气，不如去争气。脾气越好，福气越深。曾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，从前有个人，每次他和人起争执而生气，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，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3圈。后来他的房地越来越大，但只要生气，他还是会绕着房子跑。等到晚年，他的房地已经很广阔了。有一天，他的孙子问他，爷爷，这附近没有人的土地比您更大，您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您一生气就要绕着土地跑3圈呢？老人说，年轻时我一发脾气就绕着房地跑3圈，边跑边想，我的房子这么小，土地这么少，我哪有时间，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？一想到这里，气就消了，于是把所有时间用来努力工作。现在我年纪大了，还是会生气，绕着房地走时，我会想，我的房子都这么大，土地这么多，我又何必跟人计较？一想到这里，气就消了。赢在宽宥，死在脾气。只有懂得知足的人，才会心安，才会心宽。否则，我们在物质上拥有再多，内心都无法感受到平和喜悦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糟心的事情，有工作中与同事、客户的争端，有家庭中夫妻、孩子、父母的烦扰，有朋友间利益、情感的纠葛等等。每一件每一桩，即使再小，都会牵动我们的情绪。但是任何情绪，它无论何时何种原因升起，最终它只会停留一时，然后消失。因此，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，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发火，不要偏激，不要说出什么过激的话，要懂得忍耐，
有缘人，脾气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，伴随着我们的一生。脾气的因果报应太大了。接下来的视频确实有点长，建议你在心情平和、不忙的时候再看，耐心看完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。如果你能做到的话，必定福气满满。如果你当下没空，可以先订阅收藏起来，以免以后找不到了。庄子《耕桑处》中讲：静之而不喜，武之而不怒，顺境时不喜，逆境时不怒。不让情绪左右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。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实验，把一只饥饿的狗关进铁笼中，让笼子外面的另一只狗当着它的面啃骨头。笼子里饿坏的狗很快就按捺不住，在急躁和愤怒的情绪之下，竟然引发了神经性的病态反应。狗的结局让我们看到，生气就是慢性自杀，豁达才是长寿的秘诀。老话常说，气大伤身，《黄帝内经》中也曾明确地指出，百病生于气矣。一个人气不顺，心里不痛快，稍有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就能气得一晚上睡不着，又怎么会过得快乐，活得长寿呢？其实所有坏脾气的来源都源自我们的内心，越是发怒，事情越会复杂。当愤怒逼走了我们的理智，就要学着让自己的心平和下来，懂得心平，才能气和。越是平静，事情才会越简单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惜命的最好方式不是养生，而是情绪管理。生活中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被误会、被冤枉、被重伤的时候，但人生本就苦乐相伴，如果事事计较，生活必然苦累。要知道，心情是自己的，身体也是自己的，别为了不值得的人搭上自己的健康。处事糊涂一点，过日子健忘一点，活得也会更舒坦，更惬意。你有好脾气，才有好身体。人生在世，发脾气是本能，控制脾气是本事。脾气即是风水，更是命运。脾气好，风水佳；脾气坏，风水差。你是什么脾气，便是什么命。脾气决定一生运气。菜根谭中讲到，性躁心粗者一事无成，心和气平者百福自己。脾气暴躁、易怒之人很难有所成就，脾气温和、良善之人福气不请自来。人生在世，性格决定命运，脾气决定运气。从前，在一个村庄，有2位年岁相仿的老人，虽是邻居，但生活却截然不同。其中一位面目慈祥，说话温和，待人温柔，邻居们提起他总是赞不绝口，夸赞他人好，脾气好，都愿意与之来往。另外一位总是斜眼看人，背后经常议论他人是非，稍有不如意就大发雷霆。儿女回来看他，也总是被嫌这嫌那。时间一长，儿女不愿回家，
邻里之间也是躲避着的。此后他的生活越发贫苦，脾气却丝毫没有改变。脾气暴躁之人犹如一点急炸的火药桶，即使好运到临也会被吓跑。王阳明曾言，心狭为祸之根，心旷为福之门。心胸狭窄爱发脾气是祸根，心胸宽阔脾气温和是福运。人生就像一场修行，只有修好自身的脾气，好运才会上门。脾气影响家庭和谐。古人云，一人像鱼，举座不欢。满堂之上，若是有一人发脾气，众人皆不快乐。在家庭中同样如此，一个人的暴躁脾气能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氛围。坏脾气如同病毒一般，传染速度极快，带来的后果也是极其恶劣。一位父亲在公司中遭到领导的批评，心中很是窝火，于是便带着坏情绪回到家中。回家看见妻子尚未准备好饭菜，便破口大骂，还冲着身边的宠物狠狠踹了一脚。宠物受惊跑出门口，不料撞到了刚放学回家的儿子。原本美好的一天都毁于坏脾气上。与家人发脾气，争吵不断，家会变得乌烟瘴气，甚至会走向家破人亡。人这一生，别让脾气毁掉了你的家庭。常言道，家和万事兴，只有控制好脾气，温和对家人，家庭和睦温馨，自会兴旺发达。3. 脾气好，凡事都好。古语云，水深则流缓，鱼池则人贵。一个人能控制自己脾气的人，自带贵气，命中有福。好脾气的人一生幸福，凡事都好。拥有好脾气，身心健康，自然延年益寿。拥有好脾气，待人温和，家庭自然幸福美满。拥有好脾气，积极乐观，事业自会风生水起。拥有好脾气，心中充满爱，看待人世间自然春暖花开。人生在世，切莫让脾气冲走自己的福气，带走自己的运气，只留下怨气。泰国传奇人物白龙王曾说，很多人都千里迢迢来问我的事业会不会一帆风顺，家庭会不会幸福美满，孩子会有前途吗？我的婚姻会怎样？我只会问他们一句，你的脾气好不好？人只要脾气好，凡事就会好。脾气越好的人，福气越深。余生做一个温和大度之人，不乱发脾气，不处处计较，修好自己的脾气，养好自己的心性。你是什么脾气，便是什么命。你拥有什么样的脾气，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。生活中的所有烦恼都来自于人的执念。生活中的许多矛盾与争吵，大多是因为想得太多，计较得太多。但真正聪明的人，从不会用情绪和脾气去左右生活，而是在控制情绪的同时也控制脾气。
生气不如争气，生气不如争气。人生在世，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一个人脾气越大，福气越小。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，控制脾气比控制人生更重要。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脾气，那么他就很难控制自己的人生。想要活得自在，先要修一个好脾气吧。如果你身边有特别容易生气的人，也许以下的建议可以帮到他。01气急攻心，病从心起。论语有言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，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诚实守信，就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。有一位老和尚带着他的弟子去看风景，路上老和尚对弟子说，我想让你学会忍辱。弟子不解地问，师父，您不是说要学会忍辱吗？老和尚笑着说，忍辱不是忍受屈辱，而是以慈悲为怀。忍辱是在帮助自己，使自己解脱痛苦的烦恼，也使别人解脱了烦恼。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，如果总是在这些时候发脾气，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。俗话说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人生中的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。既然如此，与其抱怨命运不公、世道不公，不如学会忍耐和接纳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遇到困难时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乱发脾气，避免气急攻心而生病。02气大伤身，气坏了身体。古人云，百病皆生于气。当我们生气时，往往会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说，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悲伤肺，忧思伤脾，惊恐伤肾。生气会使我们的肝受到损伤，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，就会导致身体的气血运行不畅，影响各个脏腑的正常功能。生气时最容易导致肝气郁结、肝阳上亢、肝血不足等问题，而且还容易造成血管痉挛、血压升高等症状。研究表明，经常生气的人，患冠心病的几率是常人的5倍。因为生气时情绪激动，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、血管收缩、心脏负担加重等情况发生。所以，经常生气的人不但不会长寿，反而容易过早地患上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。我们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，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要学会化解和转移注意力。对于已经发生了的事情，不要耿耿于怀；对于尚未发生的事情，也不要焦虑害怕、惶惶不安。03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俗话说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，他们平时和你关系很好，甚至可以说是无话不谈，但是只要一涉及利益，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。而对于这种人来说，
别人的错误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误，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别人的错误强加到自己身上，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真正聪明的人都明白，别人犯了错，他生气是因为他不能容忍别人犯同样的错误，而别人犯了错，他生气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。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源于他自己内心对自己不自信造成的。这样的人往往只会伤害到别人，而伤害不到自己。所以说，在生活中，我们遇到事情要学会心平气和地处理问题，这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04，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不值得。中庸中说，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一个人发怒的时候，往往是情绪激动，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，这时我们一定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避免因愤怒而失去理智。菜根谭中也有言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大事淡然，有以自修，可以抑性而修命。一个人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，就能更好地把握人生的分寸，减少自己的福祸。但喜怒不形于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很多人都难以做到，真正做到的人是很少的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个人发怒时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影响到自己的人生。所以为了避免伤害别人和自己，我们在发怒时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情绪，这比愤怒本身更重要。05，生气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。大学有言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人在愤怒时往往会丧失理智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，而生气时所做的事情往往是让自己后悔的，而冲动的行为往往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，让自己后悔莫及。因此在生气时最重要的是要做到静，不让愤怒冲昏了头脑，而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生气后会产生什么后果。如果能考虑到后果的话，那么就不会生气了，而在这个时候也就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了。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开心、不顺心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还不如用另一种方式来面对它，那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来排解自己的情绪。人生短暂而短暂，不要为了那些不值得的事人而影响自己的心情。身体健康。06，好脾气才能赢得好人缘。人活一世，最大的智慧就是控制好自己的脾气，不要因为别人而坏了自己的心情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好脾气，那他就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。其实控制脾气不仅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养，更是一个人最大的本事。真正有本事的人都是在气头上就把话说绝了，不给对方留面子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越是在气头上，越要把话说绝。菜根谭中有言，以责人之心责己，
以恕己之心恕人。每个人都有缺点和错误，但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当我们面对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去理解他，包容他，谅解他。真正有本事的人，都是有脾气的做人做事，而那些没本事的人，往往都是没有脾气，不懂做人。一个有本事的人，最大的魅力就是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。控制脾气是一种本事，遇事不慌，处事不惊，这才是一个人最大的魅力。遇事不发脾气，守心不动气，惜福不伤悲，修心不生气，制怒不动怒。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生气就像给一颗定时炸弹埋下隐患，生气就像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。我们要明白，发怒是对自己无能的表现，发怒是对别人的伤害，发怒是对自己的折磨，发怒是一种慢性自杀，发怒是一种精神创伤。人的命运其实就是自己的性格，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命运。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从改变自己的性格着手，而改变自己的性格，最好调整自己的习惯。坛经有云，一切福田，不离方寸。人这一辈子的福祸吉凶，都是能看出来的。想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福，看这4个地方就能知道。灵妖，情绪稳的人，交善缘。坛经有云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情绪稳定的人，内心清净，能够更好地感知和体验世界，也更容易结善缘。从前有一个年轻的商人，他很富有，但是性情暴躁。有一天，他遇到了一位智者，智者告诉他，你的内心像一杯搅动的泥浆，你需要静下来，让泥浆沉淀下去，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。商人很困惑，他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。智者说，当你生气时，就像水中的泥浆一样，你的思维和判断力会被混乱的情绪掩盖。只有当你的内心平静时，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。商人终于明白了智者的意思，从此他尝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逐渐变得更加理智、成熟和有耐心。慢慢的，商人不再轻易被情绪左右，他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家庭也越来越和睦，脾气越温和，福气才会越深厚。正所谓，一念嗔恨起，100万障门开。你的脾气会挡住你的福气。母亲情绪越平和，家庭的气氛就越温馨；父亲情绪越稳定，家庭的情绪就越和睦。母敬则子安，父敬则家宁。当你情绪好的时候，你不但家庭好，事业好，身体好，财运也会好。02，说话缓的人见修养。礼记有言，水深则流缓，人贵则语迟。言谈之间透露的是修养，更是福气。从前
有一个年轻的王子，他很聪明，但是话太多，总是喜欢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妄加评论。一天，王子去访问邻国，宴会上王子以嘲讽的语气说，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外敌入侵，可不像你们。听到这番话，邻国的王子脸色微变。几天后，年轻的王子回到王宫时，才知道那句轻率的话让邻国发动了进攻，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。张嘴是祸，闭口是福。一个真正强大的人，会在得意的时候守口，失意的时候守心。正所谓胸中有沟壑，无谓言语间。一个人越是心浮气躁，就越爱在言语上跟别人争个高下，而成熟的人则会谦卑沉稳，即使身处高位，也不狂妄，也不炫耀。说出去的话都是你的主人，只有咽下去的话才是你的奴隶。经中说，言谈悦人心，是为最吉祥。看一个人是不是有福气，就跟他平时说什么话，满嘴负能量，满嘴抱怨，诋毁的人不会有任何的福气。相反，很少说话，只要一开口都是正能量，都是对别人的祝福。这种人本身就是自己最好的风水。嘴能兜住自己的福，不说不能说的话，不做不该做的事儿，不交不必交的人，自然生活圆融，事业圆通，从而人生圆全，生命圆满。03，心态好的人走好运。忌曰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幸福烦恼其实就是心的显现，只要改变念头，一切就都会改变。有一个真实的心理学实验，称为幸运的硬币。在这个实验中，研究人员在校园的走道上随机放置了一些硬币，并邀请了一些参与者，要求他们在走过这条走道时，尽可能多地找到硬币。然而，实验发现，那些自认为自己幸运的人，往往能够找到更多的硬币，而那些自认为自己不幸的人，则相对较少。这是因为自认为幸运的人，往往会对周围的事物保持积极的态度和信念，他们会更加注意和关注周围的好事和机会，从而更容易发现一些潜在的收获。而那些自认为不幸的人，他们的消极态度会让自己更加相信自己的不幸，从而忽略了机会和幸运。心态会影响我们的行为。一个真正有福的人，一定是积极乐观的。当你越好的时候，能量场就是顺的，吸引来的人和事自然都是顺遂。如果一个人活在负能量当中，整天怨天尤人，吸引来的也只会是不好的事情。所以人要先学会快乐，学会知足，学会感恩，学会爱。当你的心中装满这些正能量的东西，正的气场的时候，你才可能有好事情发生。老话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人遇喜事的时候，精神状态就好。人的精神状态越好，就越有喜事来，笑对生活，
福气自会不期而遇。04格局大的人有福气。古人说过，量大福大。一个人的眼界和胸怀越广阔，福报也会越大。从前有一个年轻人，一直过着焦虑不安的生活，他总是困扰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和挫折，无法释怀，每天都感到疲惫和沮丧。年轻人求教禅师，禅师告诉他，你的内心太小了，你需要放下过往的烦恼，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。年轻人听了很受启发，但是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放下。禅师说他试着想象自己的内心是一面大海，把所有的烦恼都丢进去，让海水把它们冲走。年轻人开始跟随禅师的建议，他开始看到更多的美好，更多的机会，更多的可能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宽广。最后，年轻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他的工作变得更加顺利，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融洽，他开始享受生活，活出了真正的自我。人之所以不幸福，不是因为得到的太少，而是因为放不下的太多。有人骂了你一句，你记了一天，他就骂了你一天；你记了一年，他就骂了你一年。心小了，万事都成困扰；心大了，所有的事就都如云烟。古人说，吃亏是福。一个真正有格局的人，不会计较得失，他们遇事通透豁达，遇人随缘包容，不纠缠不责备。福气的关键不在福而在气，大气的人一定有福，心胸宽广，永远都是命好的人。太上感应篇中讲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人生的福祸看似无常，但归根到底都是自己修得的结果。收住脾气，便能守住运气，攒下福气。从今天起，做一个好脾气的人，用宽宥代替计较，用平静代替愤怒。只有心中常乐，不嗔不怒，才能在人生逆旅中收获一世从容。人生路漫漫，我们经历的霉运也好，福缘也罢，都是自己修来的，这就是自命自作。所以这世上最管用的转运珠，就叫行善积德。一句鼓励的话，一颗待人真诚的心，都是布施。心不患物，物不至。积极的念头就是行好运的前提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收住脾气，攒下福气。我祝你诸事顺意，福气满满，今生富贵平安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